今年3月，美国提出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构想，要拉帮结伙牵制中国的半导体崛起。但被邀入局的韩国至今不置可否。于是，急不可待的美国最近要求其在8月底之前给出答复。韩国为何迟迟未做决定？顾虑在哪儿？面对盟友大哥的最后通牒，韩国最终会如何抉择呢？针对韩国被美国催促入盟，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相继作出回应，表示无论什么框架安排都应包容开放，不应歧视排他。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美方行径纯属逆流而动，不得人心。美国方面在今年3月提出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由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组成。依照美国的想法，美国和日本在芯片设计和零部件设备上具备优势，韩国和台湾地区则在芯片代工上领先。四方加强产业合作后，将构建从芯片设计、生产到供应的战略同盟，进一步抗衡中国大陆。目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参与这一联盟十分积极，但韩国政府的处境非常为难。美国政府近日要求韩国在8月底前给出答复。对此，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李宗浩周三回应称，韩国应谨慎决定是否加入，因为这不仅会影响韩国的半导体行业，还会影响其他行业或者是韩国的整体经济。李宗浩表示，他已经就此问题收集了各方意见，包括在华韩企的意见。他重申，韩国应在对利弊进行冷静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从半导体产业结构来看，韩国在生产方面需要美国的半导体原创技术，但在市场需求方面又非常依赖中国。韩联社周三在报道中提到，去年韩国半导体出口总额为128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出口份额高达60%。在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销售总额中，对华销售额所占比重均超过30%。同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在中国大陆建有核心生产基地。加入美方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无疑将破坏与中方长期友好的贸易关系。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韩之间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科技这个水平的差距在持续在缩小过程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它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它的一个资金投入以及它的这个科研人才储备上面是不对等的，所以中国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科技水平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它必须跟中国进行合作，来中国进行投资设厂，这样呢防止来减缓中国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发半导体产业的这么一个决心。韩国政府冷静评估之际，韩国商业月刊、韩国先驱报的媒体都用两难来形容其当下的处境。一方面是因为顾忌中国，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身价，让美国更加重视自己。韩国政府眼下的压力在于如何平衡对华和对美关系。有分析预测，尽管五味杂陈，但在美国的胁迫下，韩国顺应美国的可能性很大。总体上，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外交。5月底，在拜登首次访问亚洲之际，韩国已经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后续再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也将是跟进措施。还有业内人士发声表示，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走钢丝，但美方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政府应考虑韩中双边关系，采取迂回参与的方式。现在看呢，就是说美国的芯片四方联盟呢，虽然已经提出了倡议，但它具体规则并不是很明确，说完全脱钩还是局部脱钩，还是说某个领域的脱钩，现在还不是很明确。2010之前，那么美国曾经是向韩国提出建议，要禁止韩国的这个电信企业采用华为的这种通信设备，但是韩国是抵制住了美国这种压力。那复杂考虑决定呢，他不敢完全的对美国说不，但是呢，他也不希望就完全的遵从美国的意见。针对美政府要求韩国在8月底前答复是否入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指出，芯片产业高度全球化，各国分工协作，共同推动了芯片技术持续快速进步。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一贯标榜自由贸易原则，却一再滥用国家力量，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胁迫外交，试图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割裂全球市场。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美方这种行径纯属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最终必将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秉持
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多做有利于维护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针对美方组建联盟可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造成的影响，商务部发言人束觉挺周四表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当前各方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方认为，无论什么框架安排，都应保持包容开放，而不是歧视排他；都应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而不是损害和割裂全球市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防止碎片化，有利于有关各方，有利于整个世界。